女孩惊恐地发现3个武装分子正向这边直冲而来，显然是奔着她黑人姨父家。此时正在干活的男人也发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眼睛里充满了凶光。而在这个还没废除奴隶制的世界里，黑人是不允许有自己的一块落脚之地的。就在男人准备抵抗时，白人男子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没有任何对话，没有任何征兆，这全是肤色导致的后果。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闻讯而来的妻子同样被白人揪出了屋外。她是一名印第安女人，在侵略者的眼中是披着红色外表的野蛮人。当看到自己的丈夫惨死在对方的枪口之下，内心的悲痛如潮水般涌来。而年幼的女孩则见证了这一切。此时白人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把绳索绕过树干，然后从后面将女人的双手捆绑。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种刑罚，就是把人活活给吊死。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女人奋力哼唱起了印第安人之歌，仿佛在控诉白人犯下的罪行。随着2名男子用力一拽，女人的双脚呈悬空状态，而身体也在强烈的挣扎下开始变得不断颤抖。可就在这时，躺在地上的丈夫似乎并没有死去，但在对方凶狠的拉扯下，妻子很快便失去了气息。而就在3人做完这一切，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之时，黑人顽强地站了起来。男人凭借着出其不备，很快便解决了3人，但他那个温柔体贴的妻子也永远的离他而去了。这就是改编于珍妮斯的历史小说《真实的女人》。从动荡的德克萨斯革命到早期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是一个关于忍耐力、爱情以及最重要的是坚韧的女性决心。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拥有印第安血统的乔治亚和年幼的米娅是一对要好的闺蜜，但2人在湖边游玩时，一个男人骑着烈马直奔乔治亚的庄园而来。女孩预感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也赶快跑回了家。然而一个悲痛的消息从乔治亚母亲的口中说出 Your papa was on his way here to take you home, Femi, but his heart gave out and he died. 几年前米娅的母亲就去世了，这次父亲也离开了她，这让年幼的女孩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夜晚，夫妻2人商量想把这个命苦的孩子寄宿在家中，可丈夫却认为米娅还有一个亲姐姐，显然是不可能同意的。果不其然，在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一个男人来到庄园里接米娅，他是女孩的姐夫，想邀请米娅去往德克萨斯州和他们一起生活。但女孩舍不得她的好闺蜜，甚至认为乔治亚是她现在生活中的唯一，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可经过姐夫的细心劝说和坦诚热情的态度，最终米娅还是同意了。临别之际，乔治亚拿出了最珍贵的锦囊，以此作为2人友情的象征。也许年幼时的那份真诚才是最纯洁无邪，值得永远回味的。就这样，米娅和姐夫踏上了去往德克萨斯的旅程。经过几天的赶路，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而此时，一个女人正在院子里劈柴，一阵马蹄声瞬间引起她的注意。丈夫的安全归来让她忍不住上前热情相拥。而那个已经有3年没见的妹妹，仿佛看起来有点紧张，因为自从姐姐出嫁后，2人就没有再相见过。即使此刻变得陌生，也无法阻碍血脉之间的亲情。萨拉向她的妹妹介绍了家人，包括一个照顾孩子的黑人家仆，而米娅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温馨。一切看似找回了家的平静，但一次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过了一段时间，女孩躺在花丛中思考着给她的好闺蜜写信，但一群游击士兵正向这边直冲而来。好在米娅躲避及时，不然成了这群铁骑下的亡魂。女孩意识到了不对，于是迅速地跑回家中。而此刻小镇上的人都聚集到一起，聆听队长发出的作战指令。原来战争爆发了，墨西哥士兵正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德克萨斯州大举进攻，每到一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为了赢得德克萨斯州的独立战争，将军下达命令，所有男性全民皆兵，而女人则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听到这则消息，萨拉立即从屋里拿出了地图，经过仔细分析，他发现往北走200英里，也就是10天的路程，将会到达路易斯安那州，那里不是进攻的目标。而此时，一名士兵传来了更为不幸的消息，侵略者离小镇已经不到半天时间，所以队长立刻下令所有儿童妇女赶快转移，同时命令萨拉作为行进的指挥者，抵抗强盗和逃兵的袭击。而年幼的米娅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则一无所知，于是萨拉带着长长的队伍出发了。这是一份极为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他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6个月大的宝宝。夜晚，他们选择了一块空旷场地安营扎寨，要求4小时一换岗，防止强盗突然发动袭击。但随着暴风雨的到来，这宁静的夜晚注定不会平凡。果不其然，一群10几人组成的团伙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因为德克萨斯州常年经历战争，许多人为了生存走上了极端。而此时帐篷里的萨拉正在安装子弹，同时交给家仆一把枪来守护年幼的孩子们。在安顿好一切后，女人走出帐篷开始参与战斗。在经过妇女们的不懈努力，这群强盗终于被赶走了。但貌似还有一个固执的家伙，面对持枪相向的黑人家仆，男人一拳直接打晕了他，然后抢夺米娅手里的孩子，试图用这种方法问出女孩家的金子藏在哪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萨拉从后面一枪解决了这个顽固的家伙。看到孩子并未受到伤害，姐姐坚毅而又勇敢的目光时刻鼓励着年幼的米娅。然而这个动荡的夜晚还没结束，突然人群中来了一名受伤的士兵，男人残喘着气息告诉大家，他们的队伍遭到敌人的埋伏，死伤了400多人，其余的人也岌岌可危。当听到这则消息后，有些女人已无法承受地躺倒在地，其余人也陷入无比悲痛中，更有冲动者想返回事发之地，亲手埋葬她的丈夫，但私自离开队伍。作为队长的萨拉是绝对不允许的。 I will not let you spread a fever of defeat among these brave women. I will shoot anyone who tries to leave. Now get back to your wagons. Move!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妇女儿童继续向北行驶，而真正的艰辛才刚刚开始。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逃亡的女人意外发现前边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可时间就是生命，她来不及多想，便从马车上拿了一把斧子，然后径直走到一棵大树旁，用力地砍伐起来。尽管自己已经怀有6个月身孕，完全不顾手下好心提醒，可女人依旧不断奋力砍伐，直到深夜，一帮女人还在不停地劳作着。但此时萨拉却深感不适，显然是动了胎气。可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刚满2周的宝宝也在几天前生病了。不管小姨如何细心照料，孩子的生命很难再延续下去。而过度劳累的萨拉最终没有保住腹中的孩子，或许这是一种解脱，因为在蛮荒的西部世界里，正常人都很难生存下去，更何况他们还在经历艰苦的逃亡。当年长的女人来到米娅的帐篷，告诉她这则不幸的消息后，大家都伤心地痛哭起来，而女孩怀抱里的婴儿也失去了气息。这是一次极为残酷的经历。米娅的姐姐在这一天失去了她的2个挚爱，这对于女人来说是种怎样刻骨铭心的打击。但她的眼里没有泪水，没有对生活的失败，就算自己独自躲在河边发呆，也不想让大家看到她脆弱的一面。转眼来到2天后，年幼的米娅还在为姐姐的遭遇感到难过，但此时请擦干你的泪水，因为他们即将要挑战这条大河了。随后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骑着烈马拽着绳索，首先要顺利通过这条河流，只有这样才能将绳索固定到对面，然后搭好木筏让马车经过。可现实往往超过预期，没多久马匹就深陷其中，女人也几乎被淹没。后面的同伴们缓慢放着绳索，同时给予呐喊助威。现场情况非常危急，但不管是女人还是马都不畏恐惧，勇往直前。也许这就是人类不断探索、顽强生存下去的精神吧。可随着来到河水的中央，女人整个身体被淹没，大家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看着平静的水面丝毫没有波澜，同伴们也从紧张变成了担心。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奇迹出现了。There she is! Look! 勇敢的人总是让人着迷，尤其是那些赋予顽强精神的女人们。然而绳子既然已经固定好，接下来要搭建木牌开始通过了。夜晚，人们坐在安全的高原地带，看着家乡正在经历战火的袭扰，而此刻他们更担心那个能支撑家庭的男人是否能平安的归来。第2天清晨，远处的炮火停止了，这是米娅听过最安静的声音。每个女人都在默默地等待丈夫，她们害怕丈夫不会出现，因为那样就死在了战场上。而随着游击士兵们开始陆陆续续向这边驶来，女人们的心情更加变得忐忑不安，有人欢声笑语，有人心酸地流下了泪，而还有人陷入了沉痛的默哀中。此时的萨拉更加担心和害怕，因为在这场逃亡的旅途中，她失去的太多了。然而，那个期待已久的男人终于出现了，这让萨拉忍不住发出了笑声，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那是一种无法诉说的释放，也是一种生存下去的精神寄托。就这样，他们再次回到了陶西的小木屋，感受久别重逢的欢乐。而年幼的米娅总是把自己的经历写在笔记本上，希望有一天能和她的好闺蜜乔治亚一同分享。而殊不知，她的闺蜜也在经历着残酷的变动，因为乔治亚的母亲是印第安人，她的小姨生生被白人迫害致死，黑人姨父也被打成了重伤。而由于肤色导致的刻板印象越加严重，一天夜里，乔治亚家的庄园也被放火焚烧，同时白人在墙上留下了令人心痛的歧视字眼，就像一把无情的刀，深深刺痛着女孩内心的感受。当第2天清晨，
母亲过来找女儿时，发现乔治亚剪去了长发，并把自己的脸涂成了白色。显然女儿是受到外界影响，不喜欢自己印第安人的肤色，而女人并没有为此生气，则是向乔治亚简述了家族的历史，那些勇敢的科曼奇人是如何在这片美洲大陆上生存下去，和与那些侵略者进行反抗的。就这样，时光荏苒，转眼过去了8年，乔治亚不再是那个为肤色困扰的女生了，而她的闺蜜也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黑人女仆意外发现，一群印第安人正气势汹汹而来，他们武器上绑着女孩样貌的布娃娃，显然是来者不善。于是女仆立即进屋通知主子，而预感大事不妙的萨拉急切地来到窗前查看，只见对方足足有8人。如果直面硬刚很难取胜，原来部落里这些年很多女性都死在了天花病毒，印第安人为了能传宗接代，只能依靠其他外族人进行繁殖。听到这些，就连黑人女仆也感到害怕，情况十分危急。于是萨拉果断从柜子里拿出了步枪，并每人分发了一把，用来以防不测，而他自己则提起枪走出了门外。面对印第安人嚣张的气焰，女人毫不畏惧，并拿枪指着对方的头部，只要不伤害他的亲人，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拿走。那是一种坚韧而霸气的目光，导致对方竟无言以对。而表达完决心的女人转身径直返回了屋内，就连窗边的妹妹和女佣都为姐姐捏了一把汗，生怕这些所谓的野蛮人突然发动袭击。然而对方却出人意料地停止了行动。直到2天后的一个上午，城外的一家房子被焚烧，户主被砍掉了腿和手臂，而唯独没见到死者女儿的尸体。显然这起事故是印第安人干的。随后巴特赶快回到了家，并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妻子，而失踪的女孩正是米娅的朋友。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已经让家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巴特准备去寻找德克萨斯的游击骑兵来抵抗印第安人的骚扰，叫妻子暂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固执的萨拉坚决不肯离开，他要像曾经德克萨斯州独立战争那样，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家乡。就这样，男人和亲人做了短暂的告别，现在只能自求多福了。可事情往往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第2天清晨，尽管萨拉下达了不许离开房间的命令，可黑人女仆在这关键时候想上厕所，而此时正好趁着主人还在入睡，所以她不管米娅的劝导，毅然决然地跑出了屋外。可等萨拉醒来时，却从妹妹的口中得知，黑人女仆已经离开了房间。就在女人开门准备寻找她时，女仆已被印第安人抓了起来，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女仆残忍地被对方捆绑拖行，直至来到一棵大树旁，他们要将这名黑人用绳索活活给吊死。紧接着一名男子掏出了匕首，在女人身上环顾一圈后，直接顶在了胸口处。眼看萨拉忠实的家仆就要凶多吉少，女人不能就这样见死不救，于是她沉默地抱起襁褓中婴儿。在经过思想斗争过后，她来到妹妹身旁，告诉她，如果自己将要遭遇不测后，请放下仁慈之心，对外面的野蛮人随意射击，然后留下一颗子弹，结束掉她孩子的生命。说完这些话后，她没有带任何枪支便走出了屋外。眼看姐姐和女仆都要遭遇不测，米娅充满坚毅的目光准备射击，而就在此时，上次造访的那个男人来到了此地。他毫不犹豫地解开了萨拉的绳索，并拔掉了腿上的弓箭，然后用印第安人独特的草药敷在了女人受伤的腿上。或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冷酷无情，也可能是这个白人女子无所畏惧的勇敢，真正意义上感动了对方。随后萨拉由于伤情严重昏倒了过去，而此刻依然在警惕的米娅在看到印第安人即将要离开时，也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们尊重勇敢的人，尤其是那些面对艰难不服输的女人。甚至男人丢给米娅了一份礼物，作为双方和平相处的象征。一家人终于安全了，姐妹俩相拥而泣，感受着能幸存下来的喜悦。然而一次惨烈的内战即将爆发，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大嘴唇女孩显然没意识到，2只猎犬正向这边直冲而来，瞬间把柔弱的女孩绊倒在地。而就在她抬头张望时，一个端庄的男人走了过来，优雅的举止让情窦初开的女孩彻底沦陷。原来男人是小镇上的医生。随后他轻揉女孩的脚腕，所有难以忍受的疼痛此刻都变成了含情脉脉的笑意。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绅士般的医生竟然抱起了乔治亚，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同时再加上医生幽默风趣的话语，让女孩那性感的嘴唇再也无法像淑女般合上了。而事情发展出奇的快，在几天后的舞会上，两人都表达了彼此间的爱意。女孩没有因为男人比她大一轮而心存芥蒂，医生也没有因为乔治亚有印第安血统而存在白人固守己见的刻板印象。就这样，乔治亚在父母的默许下结婚了，但她需要跟随丈夫
前往德克萨斯州工作，远离了在蜜罐里长大的家，不知那个未曾见过的世界将会如何。而刚刚经过独立战争洗礼的德克萨斯州，目前依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由于印第安人扣押了许多白人女性作为繁殖工具，经过和当地政府谈判，一部分被残害的女人被送了回来，而米娅的朋友麦迪也在其中之一。女孩无比兴奋地想要与朋友相见，但当看到麦迪那张被烫伤的脸时，米娅吓得都无法直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那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如今被印第安人折磨到这种程度。而另一边，当地官员发现印第安人并没有把扣押的女人如数奉还，于是两方继续火药味十足，甚至开枪射击前来的酋长。尽管撮合双方和平相处的萨拉丈夫试图阻止白人进一步的暴力行为，但依旧有些酋长死在了枪口之下。随后巴特找到了当地的指挥官，因为自己也有印第安人血统，所以他想作为中间人来平息两边爆发的种种事端。而到了第二天，男人在和妻子交谈的时候，他告诉萨拉了一个喜讯，州长赋予了他新的职务，作为白人方面的谈判官，他需要去往部落洽谈所有和平共处的事宜。然而妻子高兴之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将席卷这个家庭。临近傍晚，巴特迟迟未归，妻子莫名有些担心，于是在妹妹的提议下，两人决定奔着印第安人部落去寻找。然而却在河边发现了丈夫的马匹，前腿更是有被毒蛇咬伤的痕迹。随后女人在环顾四周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的丈夫摔落在一块岩石上，永远的失去了生命。萨拉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参加多次战役顽强活下来的男人，如今却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自己。可命运的无常，谁又能真正说得清呢？于是大家以巴特游击骑兵的身份埋葬了他，而那个外表一直坚强的女人，此刻却再也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了。经过一系列遭遇后，萨拉决定把年轻的妹妹送往学校，希望她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对于米娅来说，她是多么希望能陪在姐姐身边，让她不再那么孤单。 Stay out of your way! You don't want to be around me! Now get on the damn horse and go! I'll go to this school. But if I hate it, I'm coming back home. I forgive you for slapping me, Sarah. I don't know if I ever told you, but I'm not sorry I came to Texas. Bye, Sarah. 萨拉虽然对妹妹不舍，但在这个平凡的家里，已经无法再给她更多的帮助了。于是米娅来到了求学的城市，然而此时乔治亚也来到了德州。虽然两人已有10多年没见过面了，但那个熟悉的脸庞依然在乔治亚的印象中有所回忆。就这样，丈夫带着妻子和家仆来到了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是医生买下的地，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家，打造属于自己的农场。然而远方突然来了一个骑马的男人，他着急地告诉医生，此地霍乱疾病频发，很多人都在饱受瘟疫的困扰，想请医生去帮忙。尽管刚到这里还没稳定下来，但作为医生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而到了夜晚，一声尖锐的哭喊引起了乔治亚的注意，他立即跑到了奴隶们的房间。原来一名黑人女孩正在分娩，但由于她也感染了疾病，在分娩过程中不幸离开了人世。乔治亚心痛地见证了一切，他害怕了，甚至心中萌生了想要离开的想法。于是到了第二天，当看到医生忙完一宿回来的那一刻，她忍不住告诉丈夫自己想要马上离开的想法，但男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生活下去。面对如此执着的丈夫，女人不愿年纪轻轻就死去，更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孩子。当听到妻子如此自私，医生彻底愤怒了。Georgia! Are you really so selfish? Do you know how many children I saw die in these last 2 weeks? Life isn't just given to us, Georgia. We have to earn it. And I think, darling, it is you that has made a terrible mistake. 夜晚，女人挂起了祖先的画像，祈祷先人能保佑她的家人平安，并真诚地向丈夫表达了歉意。I want to have your baby. 然而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游泳的女人显然没意识到，水里突然冒出一具男性尸体，把美丽的乔治亚瞬间吓得花容失色。等回到家后，身为医生的丈夫警告她，由于霍乱疾病的影响，可能整条河都被污染了。乔治亚很害怕，因为她肚子里已经怀有身孕，不想在此地承受如此巨大的风险。可丈夫刚刚买下了4000英亩地，准备种棉花，况且自己又是医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妻子感染的。夜晚，女人来到黑人居住的地方，
这里所有人都是家里的奴隶。乔治亚找到正在弄棉花籽的工头，希望男人能挑起整个种植的责任。而对于工头来说，种棉花是他的强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并且乔治亚夫人是他遇到过最好的主人，并不像其他白人那样拿奴隶当成畜生一般使唤。他感谢夫人的收留，感谢赐予他们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转眼过去半年时间，乔治亚和丈夫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孩子，而在旁边服侍的女仆也恰巧在同一天肚子出现了过激反应。对于生活艰苦的农场来说，这几天显然是不错的日子。工头看着自己的巧克力娃，更是对工作干劲十足。他要去城市售卖首批炸好的棉花，感受平静生活带来的安逸，仿佛让乔治亚忘了霍乱病毒带来的危机。而就在当天晚上，女人的孩子生病了，高烧的似乎快要晕厥，很可能是感染了霍乱病毒。等丈夫半夜从睡梦中惊醒时，乔治亚正在抱着婴儿哭泣，显然年幼的孩子没能躲过死神的召唤。女儿的离别让乔治亚悲痛欲绝，仿佛心中的每一份感情都在绝望中蒸发。当第二天医生回到家后，为了避免瘟疫肆意蔓延，仆人们把所有给婴儿用过的东西全部烧毁，而男人的妻子并没在帐篷内。此时一名黑人女子从远处张望，发现她的女主人竟跑到了棉花地里。原来无法承受失去孩子的乔治亚，试图用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宣泄自己无法忍受的悲痛心情。转眼来到几天以后，黑人工头带着车队返回了农场，妻子高兴地抱着孩子迎接，而此时乔治亚也拖着身躯走了出来。男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因为往日那个活泼的女主人似乎脸上失去了应有的光泽。随后男人兴奋地从车上抬来一只木桶，里面全是卖棉花所得的收益，大家的辛苦付出终于换来收获的成果。而为了感谢所有人的辛勤劳作，乔治亚答应他们，等过几天搬到新家后，每个黑人都能分到一处房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有这样一位慷慨大义的主人，也是黑人奴隶的一种幸运。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医生和妻子敞开生育孩子，从开始的一两个到后来的3、5成群。而另一边，乔治亚小时候的闺蜜也收获她的爱情，两人的经历出奇的相似。米娅和丈夫也生育了一萝卜筐的孩子。然而就在这时候，南北战争爆发了。作为南部地区的他们，所有规定年龄之内的男性都要求前往战场。米娅心有不舍地送别了丈夫，而另一边的医生也作为战场上的救护人员，与乔治亚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等男人们都离开后，妇女开始义务为兵工厂工作。在这里，米娅和乔治亚相遇，两人曾经小时候的深厚感情仿佛被时间冲洗得很陌生，毕竟已有20多年未曾见面了。而两人却在首次的见面中，因为看待黑人奴隶的方式上竟然起了争执，这无不让人感到岁月的唏嘘。时光飞逝，转眼又来到了4年后。就在米娅收拾马具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原来女人的丈夫回来了，虽然略显憔悴，但能完好无损的回来，无不是一种幸运。然而乔治亚的境遇就大不相同了，尽管丈夫作为随队医生，但依然遭到了严重的创伤，好在挽回一条性命。可在接下来的几周后，作为胜利者的北方军抵达